如果你现在手上有10万块人民币，你会怎么投呢？有人说呀，存银行最稳，但是现在银行利息少得很可怜了。还有人说买黄金抗通胀啊，但是这个黄金税改出台之后呢，实物金条升值保值的功能可以说大打折扣了。还有人想现在去抄底 A 股的某只股票，或者冲刺美股的科技股。不同操作的人啊，同样这10万块，有人3年后会变成13万，有的人呢会变成15万，也有人啊可能只会剩下7、8万。那差别到底在哪儿呢？今天呢，咱们就来聊一聊10万块钱闲钱到底该怎么投。在考虑怎么投之前，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你这10万块是真的能投资的钱，还是随时要用的钱呢？我建议大家呀，先帮自己分3层。第一层呢是应急金，至少要准备3到6个月的生活开销，放在最安全、流动性最好的地方，比如说货币基金啦、国债逆回购啦、银行活期理财啦。第二层呢，未来3年可能会用到的钱，比如说买房的首付啊、结婚的钱呀、出国计划的钱呀，这部分钱呀也不能拿去承担市场的波动。第3层啊，是那些你真正能放3年以上不用碰的钱，那这部分呢才叫做可投资资产。只有当你的10万块属于第3层时，我们才谈得上投资，否则呀，那就只能叫做生活备用金。最近呢，很多人说买美股标普500指数永远不会下跌，但是对于中国的投资者来说呢，市场周期、汇率、估值的位置都是必须要考虑的。2025年的大环境是这样的，全球利率已经见顶了，美债收益率高位盘整， AI 科技股的估值普遍偏贵，特别是美股的科技股。中国 A 股和港股整体呢还处于低估值的区间，黄金因为税收和流动性的政策，短期波动会很大，当然长期的支撑力会很强。所以今年呀，我们不能用美国人的投资逻辑去配置中国人的可投资资产。那么10万元人民币可投资的资金该怎么配置呢？在这里呢，我给大家3种方案。方案1，保守型，适合那些呀认为自己的本金安全第一，对风险敏感，想稳中求进的人。这个方案里呀，40%放在短债或者货币基金，30%呢买黄金 ETF，30%呢投 A 股的低估值宽基指数，比如说沪深300啊，或者是红利指数。这个方案的特点就是抗波动、抗通胀，不求暴利，但是很稳。它的目标收益呢，年化3%到4%。方案2是标准型，稳健复利型，我认为它适合大多数人。这个方案呢，20%黄金防守，20%配美股的宽基指数，30%呢配 A 股的低估值行业指数，再来30%呢配港股的中国红利资产。这个方案的特点就是全球分散，收益来源多元化。这个方案的目标收益率呢是年化4%到6%，波动属于中等。方案3是进取型，适合年轻人有稳定收入的人。这个方案里面啊，10%配黄金、实物金条或者 ETF，30% 配科技主题的 ETF， 比如说 AI 啦、半导体啦，30%呢配美股宽基 ETF，30% 配 A 股或港股低估值资产的 ETF。这个方案的特点是波动会很大，但是长期潜在收益高。它的目标收益率呢是年化6%到8%。很多粉丝问我呀，我不想长期放，比如3年，能不能做到年化3%到5%呢？答案是可以，但是关键在配置比例。如果是3年期限呢，你可以这样做配置：50%呢配短债加定期存款加银行理财锁定基础收益，30%呢配 ETF 的定投，比如说红利啦、港股啦，20%呢配黄金。这个配置3年以后，大概率的收益会在3%到5%之间。但是呢，千万不要去追短期暴利的产品，那些号称高收益的产品，往往会伴随着高风险和低流动性。还要提示大家千万别犯的5个错误。第一呢，就是梭哈单一资产。有人看到黄金涨了，就赶紧去买金条；有人看到美股涨了，就全买纳指。一旦周期反转，前功尽弃。第二个错误呢，在高点一次性买入。普通人投资不能拼运气，要分批投入，定投，控制节奏。第三个错误，不看估值啊。很多入门投资者只是看热门，不是看价格贵不贵。投资好公司还要有好的价格。第4个错误呢，就是缺乏耐心。投资是系统，不是一次短跑比赛。要把10万块变成100万，靠的不能是暴利，而是复利。第5个错误，
忽略税和账户的结构。如果你投资海外的 ETF， 一定要注意税收和汇率的风险。如果你是在国内操作的，那还要选择有税收优惠的平台。最后呢，我想提醒大家，投资不是从你赚到第一笔暴利开始的，而是从你认真思考第一笔钱该怎么投开始的。10万块只是一个起点，它代表着你和市场的第一次正式对话。如果你能在这一步就形成正确的框架，学会分散，学会等待，学会资产配置，那未来呢，不论你有了100万、300万还是1000万，你的配置体系都已经在那里了。当然了，我看后台呀，有更多的朋友问我，苏老师，10万块怎么投？我明白了，但是我更关心10万块怎么能变成100万。下一期呢，我们就来讲一讲普通人实现财富跃升的真正逻辑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